嗨，我是喜欢给你们做菜的肉仔肉，欢迎来到我的餐桌。今天我们来吃一点点生鱼片，不过在吃之前有一个问题我们需要先搞明白，生鱼片要怎么吃才安全呢？在翻阅了大量资料之后，结合自己的经验，我总结出了以下3点。淡水鱼风险太高，我们不碰；海水鱼则相对安全，但是需要从可靠的来源购买。人工养殖相对野生鱼也更安全，如果是有生食安全标识的产品，保持不被污染，处理干净，则可以放心食用。那你们肯定会问，如果没有安全标识的鱼呢Je voudrais juste savoir si ça a été déjà congélé avant ou pas. Non. Non, donc je peux pas manger cru directement. Si vous pouvez, mais il faudra le recongeler vite fait. 没错，就像鱼档小哥说的，需要冷冻。根据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于2022年6月修订发布的《鱼类和渔业产品危害及控制指南》中指出，零下20度冷冻7天是非常有效的杀灭控制寄生虫风险的方法，而盐水和醋腌渍没有效果。欧盟的同类文件则指出，需要零下20度冷冻至少24小时。我家冰箱冷柜最低可以到零下24度，完全可以胜任。新鲜三文鱼肉去掉腹部和背鳍，去皮后切分成小块，用厨房纸包起来，分装到食品袋中，这样能保证鱼肉在冷冻过程中不会被冰晶过度破坏鱼肉口感。1 week later， 吃之前放在冰箱冷藏中缓慢解冻，我们可以看到解冻后的三文鱼肉依然保持很好的弹性。而有生食安全标识的金枪鱼和剑鳍鱼，我们简单冲洗后，用厨房纸彻底擦干表面水分，放在一旁缓一缓待用。我们先来煮个饭，我用寿司米1:1混合麦粒，淘洗3次，至水清澈，加入2倍的水，也就是刚好没过第1指关节，扔进电饭锅15分钟，然后剑鳍鱼去皮，片成5毫米左右的厚片。它的味道介于红肉鱼与白肉鱼之间，脊间脂肪非常丰厚饱满，口感接近于金枪鱼的中腹，是非常适合生食的鱼之一。黄鳍金枪鱼刺身，肉质饱满，口感扎实，肌间大量的肌红素让其拥有了鲜美微酸的滋味，是平价的营养之选。而三文鱼的腰背自不必多说，饱满的脂肪让它成为了生鱼片中的性价比之王。然后再来几只对虾，千万别煮太久，否则发柴的口感会让虾肉失去灵魂的。我们去头去壳，清理干净虾线虾肠，对半剖开，放在一旁待用。等等，先别急着开动，我们再来准备一些配料。小葱切细丝，用冷水泡一会儿，去掉一部分辛辣感。山葵膏加酱油和昆布柴鱼酱油，一勺蜂蜜调匀。不喜欢甜酱油也可以不加蜂蜜。然后拿出我们煮好的饭，加入1大勺寿司醋，1大勺昆布柴鱼酱油，然后再撒一把芝麻，拌匀。耐心整齐地将我们的生鱼片和虾铺在饭上。最后，为了让鲑鱼一家鱼整整齐齐，再来上1大勺鲑鱼籽，丰富口感和鲜味。放上滤干水的葱丝，再来几片海苔，淋上2勺我们调好的蜂蜜山葵酱油，一份平价、营养又美味的海鲜冻就做好了。清新的生鱼片，晶莹剔透，色泽美妙，肉质饱满，吃相满意，口感醇厚，味蕾沉醉，回味无穷，沉浸其中，特别适合送给学习工作辛苦劳累的你，好好的补一补。热量及营养信息我随后放上，以及关于如何处理生鱼片和制作海鲜冻的总结。哦对，别忘了帮我点赞、关注、订阅，这对我非常重要。下面我们坐下来边吃边聊。记得第一次看到海鲜冻是几年前，在一个日本筑地市场的游记 vlog 中，新鲜大块的厚切生鱼片堆积成小山一样，连同鱼子、海胆盖在米饭上。当时我就被这豪放的做法给震撼到了。可惜直到2018年看见它停业的消息，我也没有机会去亲身体验一下。料理有时候是一段回忆，有时候却是诗和远方。好在动一动手就能感觉它离得近了一些。抓住生活中的这些小确幸，才能让你积蓄起能量，
去面对那些苟且。好了，今天就先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，Peace out。